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教授委任。那之前我们在台中Craft Van， 我们有收到一双1940到1950年代的 Sears 工程师靴，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筒高非常的高，以一般人来讲的话，膝盖大概就会在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以前啊，我们作为 sporting boots， 就是这种运动靴，他们都会有特定的使用需求，例如说以前你要航空啊，你要打猎啊，都会穿到这么高等等的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我们要符合现代的需求，所以客人在买这双鞋子之后，请我们做了几个动作，例如说把这个筒高，我们有讨论，就是当初在选这两个。我们选择下面这个是10寸的位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视觉感就会差了非常的多，然后穿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啦，因为上面腿的地方如果都被包着的话，其实现在在台湾穿实在太不舒服了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客人想要改的是可以留意到，如果我今天穿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跷跷板的感觉，那我们这个也是这次要修改的重点。我们会怎么做呢？就是我们会把原厂这个后跟卸下来之后。我们在这个塑胶跟的地方稍微整平，再合回去，我们让这个跟高差校正回来，穿起来就不会有这种跷跷板的感觉。那我们就接着看下去。那我们就接着会开始把每个部件1比1去把它还原，包含说上面的这个五金，包含它车缝的位置、距离，然后间距这里。等等的，我们都要1比1把它还原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小心的把它原本的这些零件都卸下来，然后呢，照我们刚刚画银笔的这个位置，去慢慢去把它切下来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接着做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把上面刚刚各位看到的这个五金皮条，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三角裁片都完整卸下来，因为这个上面有标签，所以这一块非常的重要。假如我们今天这个三角裁片它今天破损了，我们会以身上的这一块皮。然后以这个为打板，1比1把它做回去，标签的位置也会把它还原回去。但是因为这一块非常的完整，所以我们要好好保留着。但因为我们设定大概位置在这里，虽然说这条线画的非常不明显，但是因为我们是要示意给客人看啊，我们裁完的高度，简单看是这个样子。那细节的话，我们会以原本筒身的长相，比如说这个切口多深。然后这个孔的位置，所以我们会先把这个地方稍微沿着这个边边切下来之后，放上去，直接画，直接描。通常这么高的鞋子，它这里都会有一个机关，等下大家就可以看到。这种就很像是水果里面的那个果仁、果核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块铁片，它是为了让这个筒身不要过于软烂，让它在穿着的时候还有一个挺度在，所以他们都会在里面后面这一圈放上一个软铁片。有没有？哇，出来！这个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沿用，所以。接着我们会看我们要裁多少，然后留一个空间，让它再把它放回去，支撑它后面这个挺度，让它不会因为过度的皱褶导致这后面容易破损。现在要把这个上面这个裁片的位置完全还原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变成一个完全开放式的一片，然后把它敷上去再去描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片。那通常工程师靴呢，它会有一个设计上的细节，就是它会有所谓的外高内低。
也就是说，我今天这一圈下来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只是简单先切嘛，但实际上到时候会是有调节带这个位置会高于内侧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细节还原回去。那我大概画了一个位置之后，因为其实我们并不会100%照这个完全留这个边的宽度去做，因为一般工程师靴上面并不会留到这么远。那我会取这个大概也只是抓这样子这边的距离等等的。那这些呢边边离边的距离，这个我们都要再凭经验，所以我们会先画一个大概的位置，看一下这样子合不合理。如果不合理，我们就稍微再调整。像这样子稍微描完之后，会发现说这个切口偏窄，没有过多的调整空间，所以我们会再稍微校正一下。OK， 好。校正完之后是长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就接着把另外一面我们所谓比较低的地方也把它画回去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从正面看，它应该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斜，这个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会开始往下面，然后低低的绕一圈之后再长上来。好，那我们画完之后，这一整圈。最基础的轮廓，我们等一下会沿着这个，有没有非常清楚？这一圈会有个外高内低的感觉，这样子，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再慢慢斜上来接上去。好，那在实际切之前呢，我刚刚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我们后面刚刚是这个接尾。然后它的后面这个我们讲这个 backstay 的裁片，它是延伸到这下面的。那假如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就连这个边一起切掉，那它就没办法做出原本的这个视觉效果。所以我们这里会留一个简单留一个过多的等份。那我们等一下放下来，整个折进去之后，我们再把多的地方切掉。好，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切的时候会是这边留下来，然后。这边整个切掉，这个地方我们会先把车线解开。有没有？大家看到的时候就会是这个裁片，拿一个纸胶带固定起来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顺顺这样切，就不用担心了。来看一个简易的 before after， 看一下我们切了多少，大家就比较有概念说，我们今天改筒身，改完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？因为你可能看到这么高，我跟你说我要改，你很难想象说它今天变成10寸的高度之后，好不好看？可以，我们先这样看一下。其实会想象就是我们描完线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它比例这样配上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你也比较能觉得说，这样切起来会比较放心。那我们下一步呢，就大家可以看到说，我们现在弄好了，这个切口都有了。那我们原本这里，这个我们放皮条的地方、放五金的地方，还有我们这个三角裁片的位置、车线的地方，我们都会简单做个记号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先来做这件事情。OK， 好，
我们刚刚是在做原本这个切口，可以看到哦，这个切口跟旁边切口的固定皮片的这个车线的位置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接着把这些部件完全还原。像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上面现在这个我们讲直接切过去这种边比较 rough 的、比较粗糙一点的边，我们俗称切边，有没有很直观？直接切下去，这个有切口就是切边。那一般这种上面的筒身收尾有好几种，这是其中一种。然后另外原厂的这种我们叫滚边，有没有？上面有一圈另外一个裁片去滚这个圆形的这个面，这个叫滚边。那通常呢，有这种圆边在外面，也有圆边在里面的，有的内外交换的这种设计的也有。那还有一种叫折边，折边的话，我们目前手边没有，但它就是一个皮片，我把边边这里削薄之后，我直接往内折，然后直接从外面去把内外都咬住，这个叫折边。那今天呢，因为原厂是滚边，所以我们要取原本的这个裁下来筒身这个料，去做成它的滚边，这样看起来才不会有过多的改造痕迹。那这时候我们要先量，我们需要的皮片的长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先把这个东西往下固定好，然后这片皮这样车完一道，开始滚进去，有没有感觉了？开始滚之后，就会变成这种圆边，跟原厂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再抓间距，车2道线，完全还原原本的感觉。我们要把这个感觉做回来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刚刚已经有没有很清楚都刷好胶，然后现在也都干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心的、用力的把它卷起来。在卷的时候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都要往里面顶。我们这个时候要以这个边去抓我们车线的这个间距。把这个铁棍塞进去，那我们筒身的话，改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当然这些线啊，我们都会在最后，鞋跟完成后一起做旧，让它有点像原本这样子。有没有这个红咖色，然后带一点脏的感觉，我们这个都会在一起去处理，让它看起来跟原本1940年代的时候一模一样。那接下来呢，就会开始为大家示范说，如果我们这样更高不平衡的情况下，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状况。
现在我们把这个后跟拆掉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原厂的这个塑胶跟。那因为平衡不对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打磨是要从这个地方去削，把前面这个位置削掉之后，我们的跟放上去才会是平衡的。那我们接着就是会把这个地方，边磨边对，把它校正到正确的情况。OK。那我们这个整个就完工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筒身啊，有没有从这么高变成这样子？那依照原本的比例都把它给还原。再来就是客人比较在意这个跟高有没有？有没有处理好之后，理论上是不会动的，不会说这样一压就会动，有没有？不错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上次在台中 Craft Van 收回来要整理的鞋子。那当然，现场还有非常非常多。在这一场台中之外呢，我们之后也会安排去台南，然后甚至在台南以后，我们还有考虑到外县市，就其他外县市啊，可能国外之类的，现在都在计划之中。那也感谢大家台中场这么热情的，大家在下雨天都撑着伞，然后在那边等我们一个一个上来询问这样子。那也希望这场活动呢，带给大家说，可能有一些另类的回忆吧。就想说，怎么修鞋店可以，直接到你所居住的县市直接接单，然后甚至就自己帮你把鞋子收回来，对啊。那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子咯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